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李一桐演了个民国女骗子，不，她演的是人性最复杂的那面镜子。一张温婉的戏班姑娘脸，一转身成了骗过30多位富家公子的千面妖姬。李一桐的新角色，把骗子演出了人性最深处的光与暗。最近，一部叫《长风起》的民国悬疑剧还没正式开播，就已经在各大社交平台炸开了锅。讨论的焦点不是流量，不是服化道，而是李一桐演的那个角色江飞燕，一个被贴上民国女骗子标签的女人。很多人一看这设定，脑子里立马蹦出蛇蝎美人、心机绿茶这些词儿。但如果你真这么想，那可就太简单了。江飞燕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非黑即白的反派，她更像一面被打碎又重组的镜子，每一片碎片都映照出人性里最幽微、最矛盾也最真实的那一面。骗局从一场英雄救美开始，故事的开头其实挺俗套的。江浙富少上官成名，在戏园子里对初来乍到的戏班姑娘江飞燕一见钟情。姑娘温婉，公子多情，一来二去，私定终身。大婚那天，红绸高挂，宾客满堂。一个双目失明的算命先生杜瞎子，却踉踉跄跄闯了进来，指着新娘子就说：“此女面带桃花煞，克夫克子，家宅不宁。”上官家老爷子脸都绿了，当场就要悔婚。上官成名护着江飞燕，跟家里大吵一架，最后带着新娘子搬出了大宅。所有人都觉得这姑娘命苦，摊上这么个事儿。直到3个月后，上官成名被发现死在租住的小院里，七窍流血，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桂花糕。而那新娘子江飞燕，连同上官成名变卖祖产换来的3万大洋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警方一查，好家伙，这已经是江飞燕克死的第3任丈夫了。前2个，一个是在天津做绸缎生意的老板，新婚夜突发心疾；另一个是上海的留洋医生，蜜月途中坠海身亡。死法不同，结局一样，人财两空。他到底是谁？追查江飞燕的警探老陈，在戏班后台的化妆匣最底层摸到一张泛黄的照片。照片里是个10来岁的小姑娘，扎着羊角辫，怯生生地站在一个男人身边。男人穿着长衫，眉眼温和。老陈把照片翻过来，背面有一行娟秀的小字：民国10年，与附设于苏州拙政园。顺着这条线挖下去，一个更惊人的故事浮出水面。江飞燕本名林秀娥，苏州人。她爹林怀安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教书先生，为人耿直。10年前，因为卷入一桩土地纠纷，得罪了当地一个姓钱的乡绅。钱乡绅勾结官府，给林怀安安了个通匪的罪名，抓进大牢。林家家产被抄没，林怀安在狱中被活活折磨致死。当时才13岁的林秀娥，眼睁睁看着母亲投了井，一夜之间家破人亡。那个判他爹死刑的法官，后来步步高升，调去了上海。那个做伪证的钱乡绅，靠着吞并的林家田地，成了苏州数1数2的富户。而林秀娥从那天起就消失了。再出现时，她已经是戏班里的台柱子江飞燕。老陈看着卷宗，手有点抖。他想起审讯时江飞燕说过的一句话，当时没在意，现在琢磨起来，字字滴血。他说：“这世道，讲道理的活不下去，会骗人的才能活着。”骗术里的真。江飞燕的骗局精妙的让人后背发凉。他从不找穷苦人下手，他的目标清一色是那些为富不仁、手上不干净的纨绔子弟，或者他们的父辈。天津那个绸缎商早年靠囤积居奇、发国难财起家，
害得不少小商户家破人亡。上海那个刘洋医生，表面光鲜，背地里却用病人做实验，草菅人命。上官成明他爹，上官老爷子，当年就是靠着巧取豪夺，强占了别人家的茶山，才攒下第一桶金。江飞燕接近他们，扮演他们最喜欢的解语花。他研究他们的喜好，模仿他们亡故母亲或初恋的神态、说话的语气，甚至是一些小动作。他对上官成明是真的有过片刻心动。那小子傻是傻了点，但对他是真掏心掏肺。私奔那晚，他拉着他的手说：“飞燕，就算全世界都说你是煞星，我也只要你。”月光底下，他眼睛亮晶晶的。江飞燕别过脸，没让他看见自己眼角那滴泪。但任务就是任务。那包掺在桂花膏里的毒药，是他亲手调制的，无色无味，发作起来像极了急症。他骗走了他们的钱，也拿走了他们的命。可你说他坏透了，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。老陈查到，江飞燕每次得手后，都会匿名给苏州的几家孤儿院和粥厂捐一大笔钱。捐款单上的字迹跟照片背面的一模一样。他还资助了好几个因为父亲冤案而失学的孩子，一直供他们读到大学。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骗子，心里居然还留着这么一块柔软的地方。你说讽刺不讽刺？镜子碎了，照出谁？长风起的预告片里有一个镜头我印象特别深。江飞燕终于被老陈堵在了一条死胡同里，枪口对着他，背后是高墙。他没有求饶，没有惊慌，反而笑了。笑着笑着，眼泪就下来了。他说：“陈警官，你抓我，我认。可我爹的案子10年前就结了，谁又来抓他们呢？他们穿着体面，说着仁义道德，坐在高高的位子上，他们的手比我的干净吗？”老陈举着枪，手僵在半空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江飞燕这面镜子在这一刻碎了，碎片飞溅，每一片都映出一张脸贪婪的乡绅。昏聩的法官，冷漠的看客，还有那个13岁就失去一切，只能在黑暗里学会生存的小女孩。她是在复仇，还是在用更极端的方式质问这个烂透了的世界？李一桐的演技在这里炸了。你看她的眼睛，里面有恨，有痛，有嘲弄，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悲悯。他不是在演一个简单的骗子，他是在演一种被时代和命运联手逼到绝境的生存状态。网友们也吵翻了天，有人骂，不管什么理由，杀人就是不对，洗不白；也有人叹，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他走到这一步，难道全是他的错？更多的声音在讨论，如果法律给不了公道，普通人该怎么办？以暴制暴是对是错？这部剧还没播，就已经把一堆现实问题狠狠砸在了我们面前。我们看的不是戏，是自己。说到底，长风起讲的不是一个民国奇案，它讲的是人性的灰度，是善与恶之间那片广阔的、模糊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地带。江飞燕是恶人吗？是，她手上沾着血。她是受害者吗？也是，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被毁了。那些死在她手里的男人，就全是无辜的吗？好像也不尽然。这部剧最狠的地方，就是它不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，它让你跟着剧情走，跟着江飞燕一起恨，一起痛，一起在道德的钢丝上摇摇欲坠。然后问你，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？是像他一样坠入黑暗，以牙还牙，还是咽下血泪，等待一个也许永远都不会来的天理昭昭？李一桐演活了这种复杂性，他没把江飞燕演成一个脸谱化的恶女，也没把她演成一个楚楚可怜的白莲花，她就是一个人，一个被命运撕扯，在泥泞里挣扎，
心里还残存着一丝火星的活生生的人。看他的戏，你骂不出口，也同情不起来，你只会觉得心里堵得慌，像压了一块石头。这大概就是好演员的魅力，他不教育你，不评判你，只是把人性最复杂的剖面血淋淋的剖开给你看。镜子碎了，照出的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关于善恶的模糊影子。您怎么看？江飞燕这个角色是令人痛恨的罪犯，还是值得同情的复仇者？如果公道迟迟不来，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办？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